我插一句啊，那个油头哥刚才 PPT 其实比较低调，就他写这个库，其实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性能第一的库了，对，其他已经打败其他所有语言了，只是他没有把那个评测结果给出来，比较低调。好，就这样。Slamtech 是机器人定位导航领域的领先公司，致力于让机器人实现智能行走。很早就开始关注 Rust 的语言，并逐渐在项目中引入 Rust。那么下面我们有请 Slamtech CTO 黄玉生为我们讲述 Rust 在机器人领域的实践。好，有请。好，谢谢主持人。然后，对，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 Slamtech 的 Rust 实践啊。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黄觉生，这个名字经常被人念错。OK， 然后呢，我是思兰科技的 CTO， 然后对，然后呢，网上的我的网名叫 Tony 黄，可能大家在各大 Rust 的语言群里面看到那个 Tony 就是我本人，对吧？然后有一些群里面我叫油条哥的理发师，对吧？发型师。所以今天呢，我不会来找大家办卡的，放心，没有问题。OK。那么这之前是汉东大大在 Twitter 上发的一个投票嘛，就是说大家学习 Rust 到什么阶段了，对吧？然后我看到这个投票里面他提的这些标准啊，我就诚惶诚恐。我觉得我自己大概只能在这个层次，对吧？刚刚入门，然后呢，可能对 Rust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了解。然后前面各位大佬分享的这些内容，就让我就是特别诚惶诚恐啊。所以呢，今天如果内容中有一些不是那么好的情况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包容了哈，也欢迎拍砖来群里 diss 我，对吧 ？OK。那么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是做什么的，就我们叫思兰科技，然后呢，我们的名字呢是Slamtech 的音译。那么 Slam 其实是一大类导航定位算法的统称了。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呢，其实就是赋予机器人自主行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OK。所以呢，比较典型的一些场景啊，这些其实都不是我们的机器人，大部分是我们客户的机器人。那么他们呢就可以比如说在电商的这样的一个仓库里面，对吧？双11的时候，帮大家去搬运这些东西，然后呢，也可以去在超市里面去做一些移动的零售，然后呢，可以在机房里面去做安保巡检，然后呢，当然也包括说家里面的扫地机器人，对吧？然后呢，像在大型的购物卖场里面做购物引导啊，然后Dr. Sheldon Cooper 最喜爱的远程会议机器人，对吧？还有呢，做三维重建、环境消毒等等等等。OK。那么我们干的一件事情呢，其实就是怎么样让机器人能够在未知的环境中实现自主行动。那么这边其实有几个关键词啊，首先是机器人，对吧？那不是我们人在里面。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在未知的环境，就是我们不需要机器人对这个环境有一些先验知识，它可能就是完全陌生的。那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到大家家里面，它肯定不知道你家长什么样，对吧？一开始。然后呢，它能够自主的去做这些行为。然后第三点呢，就自主行动，对吧？我们也碰到过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友商，他们的做法呢，就是弄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call center， 然后后面有一群小姐姐，然后你跟机器人去对话或者沟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后面小姐姐去干的这个工作的。那么我们想干的事情还是自主行动的这样的一件事情。OK。那么机器人这个领域呢，就今天我们其实前面有一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同学做的分享吧，就是其实机器人这个行业跟汽车行业是非常相似的。那对于这个系统的要求来说，第一个肯定是安全，就是比如说这个机器人，对吧？它其实也是挺大的一个东西，可能有几十公斤这样的一个重量。那如果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就在这个环境里面出现一些不可控的运动，然后比如说撞到人啦，或者从楼上摔下去啦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的话呢，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它对安全性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然后第二块来说呢，就是高性能，就是就像刚刚汽车的那位朋友分享的说，虽然大家对这个东西要求有这么高，但是成本永远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但对于机器人和汽车这样的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些场景来说的话呢，你经常碰到的问题就是你要处理的数据量是非常海量的，你可能要处理来自激光雷达、来自各种各样的传感器，然后呢来自这个深度相机，然后呢来自这个摄像头的一些数据的这样的一些操作。但是的话呢，你需要在非常短的这个时间内去完成这些处理，所以它对于这个性能要求也是非常高的。那么第3点呢，就是实时性，这点其实跟前面2点是有一些关联的。那比如说这个机器人比较典型的一个运动速度可能是在1米每秒左右。那么如果说机器人只能够以这个每秒钟1次的这个方式去执行运动决策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了。那它可能在1米的这个距离内，它都完全没有这个处理危险的这个能力，对吧？那它可能这个时候已经撞到了小朋友，或者已经从楼上摔下去了。OK， 那么从现实来说呢，就前面华为的朋友也分享过说，这个他们使用的是 ROS 操作系统吧。那么这个也确实是在机器人行业来说最广泛使用的操作系统。那大家使用的这个编程语言呢，也主要是 C++。OK， 我们后面会讲更多的这个话题。这是我们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机器人系统的这个硬件的一个架构。那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中间是一个主要的核心的处理器，然后呢旁边呢是有各个不同的组件，它们可能是跟这个系统进行连接。那么跟汽车行业一样啊，我们对于一些那个安全上比较敏感的一些地方呢，我们是使用单独的这个 MCU 来去做处理的，也是使用 Cortex-M 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内核的 MCU 来做这件事情啊。主要是这个 PMU， 然后 Sensor Hub， 然后电机控制器，以及我们的这个做这个姿态运算的这样的一个计算中心。OK， 那么其中比较核心的这个主处理器呢，也是个 Cortex-A 系列的这个处理器啊。当然，就是我们根据客户的这个对于性能的需求的不同呢，可能会采用这个英特尔的公控机，或者是使用多核的这个 ARM Cortex 系列的这种处理器来去承担这个主处理器的职责。那么我们的软件的这个架构上，我做了个简化的一个图，可以看到就是说，刚刚的那些控制器里面，我们的那个固件呢，其实现在主要是用 C 语言写的。那这个当然最大的部分的原因还是这个历史因素，对吧？那各个厂商提供的这个开发的这个工具包也都是基于 C 语言的。OK， 我们主处理器里面去跑的这个操作系统呢，也是Linux 操作系统。然后的话呢，在这上面的话呢，我们构建了2层的这个应用。那么第一层就是负责去做这个定位导航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就跑算法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吧。然后这块呢，我们现在主要是 C+ 编写的。然后再往上一层呢，是我们负责去跟我们的云端去这个沟通的部分。那这部分也是 C+ 编写的。OK， 然后呢，我们的 Cloud 这边是 Java 编写的。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右边有一个这个模块还没有去打这个语言标识，对吧？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块呢？就是它是负责去解决机器人在局部场景里面的这个多机调度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一个系统。然后这块呢是用 Rust 写的。OK， 这个视频，大家曾经一度以来是一个很网红的一个视频啊，大家在里面这个衍生出了很多这个爱情的这样的故事在里面。但是的话呢，这个其实我们在机器人行业呢，就是我觉得很适合拿来做一个例子，就是说，当在这个场景中啊，2个这个移动的物体，它们在这个交汇的时候啊，我们其实会存在一个问题啊，我们不可能所有的机器人都长成这个样子，对吧？刚好完美的跟其他机器人能够完美的错过，这是肯定做不到嘛。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要让这个环境里面这些机器人具备去避开其他的机器人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可能在学校里面，比如走在这个路上，很容易出现就是说2人相向而行，对吧？然后出现了一个死锁，对吧？你也向左，我也向左，那类似这样的一种 case。那么这个其实我们也希望在机器人里面能够避免的。那么但这里面的话呢，其实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本质上来说，就是说不同的机器人之间，它必须要能够知道对方的实时的位置，然后呢，以及说对方的运动趋势是怎么样的，以及对方的目的地是怎么样的，需要这些信息的同步。然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
标准化的一个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算法吧，然后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让它避免在这个运行中的这些尴尬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场景其实比较类似的场景呢是 MMORPG 里面的这个世界服务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就是右边这张图大家应该都认识的山口山，然后这是暴风城里面的一张图。那么当大家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器，你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有几个典型的特点。第一个就是说，你碰到的这个网络带宽很可能是非常有限的，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的延时是非常大，而且是不确定的，你不知道你这包什么时候能够收得到。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网络可靠性差，就是你很容易碰到的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丢包啊，甚至是直接断连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出现，对吧？那么机器人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中，它们互相之间的这个通讯的网络是什么呢？我们是使用WiFi 来作为它主要的这个通讯网络的。那主要原因肯定还是因为便宜嘛。但这样的一个网络的状况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再配合上 WiFi 的话呢，就是这个情况就更加恶化了。OK， 所以呢，就是我们呢就想开发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就是刚刚提到这个项目叫 Chester。那么这个词呢，其实是来源于这个古典音乐啊。那么我们这里面呢，其中一个组件呢叫做 Mixer， 它是在音乐上来说，它是一个这个混音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它的作用就是说我可以把不同来源的这个音频混合在一起，再输出出去。那我觉得这个名字挺适合我们作为这个机器人的这样一个互相之间通讯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名字的。所以呢，就是它可以认为是说它是一个机器人的这个调度系统内的世界服务器这样的一个角色。OK， 那么现在讲的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用 Rust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对吧？那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because I can， 对吧？其实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个项目开始做的时候呢，团队的这个人力资源非常紧张，然后可能没有更多的这个朋友能够参与到这个项目里来一起来帮忙。那么这个重担自然就落到了我的身上。然后呢，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可能使用 Rust， 我能够用最短的时间内去实现出来一个就是一定是性能是不错的，然后呢 bug 是最少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出来去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OK， 那么当然这里面 Rust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优点啊，来保证这个项目的这个成功。那第一点就是说，这个 Rust 提供了非常好，从语言层面提供了非常好的内存和线程的这个安全性。那么当然前提就是说，就不要随便使用 unsafe， 对吧？那编译器是能够帮你保证这个东西的。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 Rust 提供了非常甜的一个语法，比如说这个 enumeration， 对吧？就 Rust 里面的 enumeration 是一个在其他语言里面可能比较 tag 的 union。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减少非常多的这个歧义和不确定性的。然后的话呢，第二个呢就是 result， 然后还有 option， 然后以及问号的这样的一个语法，大家可以去避免大量的这个我可能大家去写 C 加代码，对吧？如果用了 exception， 你可能写大量的 try catch。然后呢，如果用这个 Golang， 那它到处都在 if error 是否等于 nil 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 Rust 里面的话呢，我们其实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语法堂，非常方便的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是 Lambda， 其实上午的分享里面大家也有听到说，就是它的这个函数式语义对于这个编程的这个影响。我觉得这点其实对于我们的系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让你的这个代码变得更加易读，而且的话呢，后面性能优化的空间也会更好。对，然后第三点就 generic， 这个我觉得对这个在会议上吐槽 Go 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认为 generic 其实是作为任何一个严肃的编程语言来说都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啊。OK， 那减少我们自己就是 repeat yourself 的这种可能性。OK， 然后呢 pattern match 也不多说了吧，我觉得大家都是平常用的非常多的，你可以让你的代码变得更加直观。然后 custom drive， 还有呢 trait 系统，然后等等等等。那我在知乎上也开过一个专栏嘛，然后也特地讲过，就是 trait 这样的一个系统，它跟传统的这面向对象的这些抽象方法相比，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在？它统一了这个
静态和动态的那个多态的这样的一种形式。OK。第3点呢，就是虽然前面有一些讲师他认为说这个 Rust 的这个生态系统还不够完善，那我觉得这点我是认同的。但是呢，我觉得相比于某一些比如 C 加里面的这种百花齐放式的大家自己去做选择的这样一种生态系统来说，Rust 在生态系统上或者说人体工学上做入的投入，我觉得还是非常显著的。第一个就 Cargo 对吧？那知乎上我看到一个问题，他说你最希望 C 加语言加入什么样的特性？然后我的回答就是说我的这个回答可能有点离题，但我觉得 C 加最需要的是一个 Cargo 这样的东西，要不然大家要面对可能上百种不同的编译系统，然后他们互相之间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这个 feature set 等等。OK， 然后呢，第二个呢是 Rust App， 就让我们去管理我们的工具链变得非常的轻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feature。那当然就是这个 IDE 的集成，那这个呢也是我的一个观点吧，就我认为就是 IDE 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特别是这个代码提示这一件事情，它减少了大量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建路的这个成本，但最重要的其实是它因为可以降低我们的建路成本，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变量的名字写得长一点，对吧？写得更加易读一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OK， 然后呢 ，built-in 的这个 unit test 呢，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比如说以 C 加为例吧，我们如果想要去做 UT， 我可能得先让它 depends on 一个，比如说 Gtest、Gmock 这样的一些库，对吧？然后的话呢，我得在我的编译系统里面去让它能够去支持到去生成这样的这个 test 这样的 binary。然后的话呢，去跑这样的一个 test 的时候呢，我又是一个额外的一个事情，而不像这个 Rust 生态中，我可以非常方便的就在我的这个 source code 所在的这个源代码文件里面去写它对应的单元测试。这样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对于这个开发者来说，他写这个的负担比较低，然后成本比较低。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后续的维护者来说，也非常容易去通过这个测试来看懂你的代码。然后也容易去通过这个测试来保证它对代码修改是安全的，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OK， 那当然包括说那个生态里面的这个Thursday 这样的一个库，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是，就应该没有人没有用过吧？就是它非常好的去解耦了你的这个序列化的这个方法和你的这个数据结构的这个定义的。之间的这个耦合的关系，然后同时的话呢，也避免了动态的这个开销，还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设计。OK， 那么从我个人来说的话呢，我使用 Rust 的一个经历呢，其实也是逐步的一点点先去做尝试，然后呢，逐渐的开始在我们的生产系统中去做引入。那么写的第一个东西叫 Tony Reader 的这个 RSS 的爬虫啊，那这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这个 Don't be evil 的 Google， 他们这个shut down了这个 Google Reader， 对吧？但是呢，虽然我绝大多数的朋友们都切换到了 Feedly， 但是我使用下来呢，我觉得没有满足我的使用需求，所以我自己去撸了一个只给我自己使用的这样的一个 Reader， 然后呢，先去尝试去写一下爬虫。那个时候呢 ，async 这个关键词还没有出来，对吧？所以就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朋友们，应该都非常能够体会，就是那个返回值是 import future 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然后呢，我们在代码里面会有大量的什么点 map 啊、点 map error 啊等等。OK， 然后呢，第二个项目呢，其实就是跟我们公司就关联度稍微大一点的，就是我们公司有一个系列产品叫做 RP Lidar， 它是一个激光雷达产品。那么我们当时呢是没有这个 Rust 的驱动的，然后我为了去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下 Rust 吧，然后呢用 Rust 写了一下我们这个的驱动，然后它现在也是在 Cargo 上的一个包。然后第三个项目就是我刚刚介绍的这个 Mixer。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计划上来说呢，还会去把更多的组件，把我们系统中的组件去从 C 加去替换成Rust 实现。OK。那最后呢，就是一点体会啊，我觉得就是刚刚前面几位大佬分享都特别高级，我今天讲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点。那么就这样一段代码，这是我们 Mixer 中的一段代码，我去把它节选出来了。那么比较典型的就是说，
我们系统里面其实时间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嘛，对吧？那么我们有一类服务叫 Time Provider， 它的作用呢就是说能够去提供一个系统的这个时间戳，它是个 U64的这样一个那个可以滚动的这样一个时间戳。OK， 那这个代码其实看起来非常简单啊。那么那个当我的比如说有其他服务叫比如说 Device Manager， 对吧？那么它需要去使用这个时间戳的时候，那它就需要依赖到这样的一个 Time Provider 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比较典型的一个处理方式呢，就是这样做，对吧？就是我去这个用一个这个Arc Mutex 来对它做保护，然后的话呢，去每次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去调用这个这个错位了，本来我这个黑的块是在那个 Lock Unwrap 那个地方，就是你会看到，就是说当我拿到这样的一个 Arc Mutex 的时候，我会在每一个需要调用的地方，我都要去这个拿一下锁，然后呢 unwrap 一下，对吧？那么但是呢，对于像 Time Provider 这样的一种类呢，它可能在你的系统中是被广泛的引用的。那么你的这个 lock 和 unwrap 这样的一个调用的话呢，就会到处都是呢，写得很蛋疼。所以呢，后来呢，我改了一个这个第二个版本 R2 啊，这个版本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我把这个类的这个实现去隐藏掉了，放到这个模块内部了。然后呢，在模块层面呢，我提供了一个 public 的 function， 然后它负责去做一层代理，去把它的这个去做这个 lock unwrap， 但是呢，它实际会调用到这个 now 里面去。OK，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我的这个服务内的代码就可以写得非常简洁，对吧？就 let now 等于 time 的这个 now， 我就可以去拿到了。但是的话呢，就是我们去做这个单元测试的时候呢，一定会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如果说我要去对这个 device manager 去做单元测试，我要去控制它的这个测试这个边界的时候，就会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我期望中它中间只等了这个100个毫秒，对吧？但它实际上因为这个操作系统调度的原因也好，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也好，它的精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你很容易出现就是你的这个时间是104个毫秒，这是我昨天下午在我的 MacBook 上跑出来的结果，可能你那也不一样。OK，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在我们用其他语言去做这个开发的时候都已经碰到过这个问题。那通常比较标准解决方案呢，叫做 Inversible Control 这样的一个设计模式，对吧？就是说那个我可以定义一个虚的这个接口出来，叫定义一个虚的这个 trait 出来，叫 Time Provider。然后的话呢，让我的这个去实现一个 mock 的这样的一个 provider， 对吧？然后呢，最后我的这个 device manager 它去依赖这样一个这个动态的接口，利用动态分发的这种方式呢去实现这个测试。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可以非常完美的去得到我这个想要的这个100毫秒这样的一个结果了，对吧？那它执行的速度也非常快。OK， 但是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非常讨厌的这个 lock unwrap 又回来了，对吧？那么那个当然我们最后呢，其实我们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呢，是这样做的，就是我们把这个 time provider 的这样的一个 trait 定义里面啊，去加了一个要求，就是它必须是也是这个实现了 sync 这样的一个trait。然后的话呢，那个它的这个类的这个实现呢，我们会放到这样 inner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结构体里面去。然后的话呢，我们在外层去写这个 steady time provider 的时候呢，去保证它的所有的这个接口都是这个线程安全的。然后呢，最后再unsafe implement sync 来去实现。OK， 这样的好处呢，就是说我去这个不同的这些服务，它需要依赖到这个其他服务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写得非常简单，对吧？然后呢，也能满足我们测试的这样的一个需求。OK， 那当然就是我刚刚前面也说过了嘛，就是对于 Rust 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非常初步，还是非常入门的一个阶段。放这张图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它几个意思啊？第一个是抛砖引玉，对吧？大家如果有更好的这个解决方案，也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第二个呢，就是欢迎拍砖，对吧？OK， 那我的分享呢，主要就是这些内容，谢谢大家。
感谢分享。那么下一位演讲嘉宾是蒋周奇